比特币出现化门行情有什么意涵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，请随我看下去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参加 WSOT 科比托战队。目前我们已经累积有688位朋友参加我们的战队。那根据游戏规则呢，人数越多的战队越有机会激进排名、瓜分奖金。而且我们在去年我们也是完赛的时候华语的第1名战队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点击下方链接。加入科比托战队，一同瓜分 WSOT 大赛800万美金的奖池。好，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。那我们先从日线上看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在昨天呢，我们也是从日线这单根 K 线开始讨论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这2根 K 线，因为在左右两边的 K 线呢，其实都非常短小。我认为，能解读出来的东西并不是很多，意义并不是很大。那这2根 K 线呢？你可以发现它的波动也最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呢，我们把这2根 K 线重绘一下，也就是我们把这2根 K 线重新画成它是同一根。好，那我们要画 K 线的时候，首先呢，我们找开盘价跟收盘价，你会发现它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，然后呢，它往上上影线是到什么地方呢？是到这里，是到这个地方。那下影线呢是到这个地方所以它画起来就会是一根这样子的 K 线。那这种 K 线呢，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十字性，也就是中间呢并没有波动，它开盘价跟收盘价几乎就在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其实十字星它是绿色的还是红色的，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反正就在很接近的地方。那上下影线呢非常非常长，相较于实体的部分非常非常长，这个就很关键了。它可以显示现在多空力量是比较均衡的，或者是说呢，它有可能是多空的一个转折点，或者说走延续当然，我觉得后面这一句话有点多余了，也就是如果我们研究它的多空力量，就可以表明它是多空是比较均衡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看呢？我认为这根 K 线非常重要就这样的 K 线组合。那首先我们往下插针的这个地方它好巧不巧，它就落在我们之前所说的非常关键的互换，大概在28,500美金左右。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插了一下，然后我们在这里也碰了一下，然后前面呢，它有很明显的阻力的效果。所以我们在28,500这个地方的互换那当然现在是支撑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。尤其呢，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支撑之上一点的地方，我们就开始停滞了。我们并不是摸到这个支撑之后才开始停滞的，那就表示我们此处的支撑是要更强劲一些的。如果说比较弱势的话，那么 K 线就会直接触摸下来不过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当前的情况是，在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停止了，然后往下插了一根针，插到这个支撑的地方。那我会认为28,500是我们接下来要很重点关注的一个地方。那其实28500这个地方呢，它也不单单只是水平有意义而已，它从结构上、从形态上呢，它也是有意义的。我们在强调出我们之前一直画的这条趋势线，这条趋势线呢，它一定有效，因为它的接触点太多了。你可以发现这个地方1、2、3，那这里呢，它刚好就是我们第4个接触点。我们再把这个图表稍微放大一下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这根针它就非常非常完美的落在水平的28500，还有我们斜的这条结构的趋势线上面，非常精准的落在上面了。那如果说你可能有些人会直接看着这个然后抄底，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复盘的话，可能就会有人觉得说，那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再次来到28500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抄底呢？既然这个价格这么好，因为它的止损不用很多嘛，如果说能达到止损的话，那一定是得走了。确实这个地方它的价位确实是比较好，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如果能再次回来这个地方的话，那我就会认为它也不值得我们去抄底因为你看这个地方，如果说它还能再次回来，那你可以发现那我们就等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，我们连续触摸了这种比较重要的支撑，那就表示这个支撑它的效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好，所以这个大家还是得小心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。其实我们以当前的图表，以当前的走势来看呢，它其实我会认为还是
比较偏向于空头有利的。如果我们从4小时来看的话，确实从日线上，我认为多头还是占优势。但是从4小时呢，其实空头是比较有利的。虽然说它也跌的并不是说到非常顺畅啦，以我们现在来看，并不是到非常顺畅，但是呢，空头还是稍微有利一些的。怎么说呢？我们来看啊，我们之前一直有强调的这个形态呢，我相信肯定有做交易，只要他有看形态的人，他一定有注意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个楔形，一定有注意到的。那么对于一个大家都在看的楔形啊，它直接做了一个假突破。我相信突破的时候呢，追多的人一定很多。当然，我当时也有追了一点点仓位，不过我就是原价走了。它下来的时候，毕竟它也有给我们反应时间嘛，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原价走的。那当时啊，在这里做多的人啊，突破做多的人，他全部都被套了。主力怎么可能让自己被套啊？他只要突破，对应如果是一段好的上涨的话呢，它就应该直接涨上去，它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来回的，又回来测试。那回来测试就表示它还没有整理完成嘛？那还没有整理完成，它为什么要突破呢？那这个假动作，它确实会骗很多多军的人上车，而且呢，当时上车的人全部都被套了。其实对于如果说主力是多头来说，它是需要这群人的，因为如果说多头是主力，那么当他拉盘的时候呢，他需要有友军跟他一起拉盘，那等于说他这个行为啊，就是在把友军给套牢。我相信如果多军他是主力的话，至少他现在还没有要发力的意思，不然他不会做出这种动作的。这种动作对多军其实是很伤的。我们即使要开启一段多头，我认为走出这样子的假突破呢，我们都还要经历更大的震荡，我们才有机会走出下一轮的多头。好，那以当前的盘面来看呢，其实还有一种思考的方式呢，可以否认我们这一段上涨它是上涨初期的可能。那么它回调的幅度啊，已经超过了 0.618。其实我们在一段上涨的初期啊，它的回调幅度一定是很小的。尤其如果我们后面的上涨它是很强势的，那么对应的回调幅度就会非常小。不过你可以看我们现在呢，已经回调到 0.618 了，这个是很难以想象的。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我们之前的几次上涨的初期啊，它都是回调到什么样的点位？比如说呢，我们在这段行情，它一定是上涨初期咯。它回调到什么点位呢？几乎说不出来，因为它几乎就没有回调，它是直接一路往上涨的。那我们再复盘几轮这样的行情啊，比如说我们当时呢在走这段行情的时候，初期它有没有产生回调呢？它回调到哪里呢？我会认为几乎就没有产生回调，几乎就没有，它就是一路往上涨，都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回调。那包括我们在更前面的，其实也是一模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回调这么深呢，我就认为，它肯定不是一段好的上涨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量能的部分呢。其实我们在昨天呢下跌的时候呢，它其实也是有量能配合的。那基本上我们如果把上述的几个重点整理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发现，其实这波上涨它就是一个假动作，而且它在这里画了门，又把很多做多的人、多军的人给套牢了。好，我们再切到1小时，那切到1小时的话，其实主要就是以震荡为主，我们还是看它什么时候破了这个区间，我们再做比较有方向性的动作会比较好。那其实我们从4小时来看，我不认为它有脱离震荡，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震荡，换了一个更低的地方震荡而已，也就是从原本的比较中立的震荡的，变成稍微对空头有利一点的震荡。这个是现在盘面的走势。好，那有加入我们 WSOT 战队的朋友呢，我们每天都会抽出3位，获得30 USDT 的现金奖励给你们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的战队人数已经来到688人，也就是我们要从1到688里面抽出3个数字，那我们就随机产生咯。这3个朋友呢，可以获得$30的赠金，30 USDT 啊，这个是我自掏腰包的。好，622、540、203这3位朋友呢，好，我们看一下203是哪一位朋友好了。203
这几位朋友呢，你只要把你账号的认证203在这里 SOH 然后 at 什么203的这3位朋友啊，只要把你账号认证传送到小助理的信箱，验证过后呢，然后我们就会把30 USDT 打到你指定的 TRC20的地址里面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科比托战队，让我们一起瓜分$800万的奖池。拜拜。